尊敬的领导、教授以及医师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张嘉璇，来自马来西亚。首先，我要感谢赖荣年院长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乳腺癌中医治疗的新知识。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医师对乳腺癌都非常熟悉。根据2020年全球癌症最新统计的数据显示呢，女性的乳腺癌已经超越了肺癌，成为全球发病率最高的癌症。而随着现代医学的手术化疗、放疗、内分泌治疗、靶向治疗等多学科综合诊疗模式的快速发展呢，乳腺癌的病死率已经逐渐的在下降。而我们中医在整体观和辨证论治的核心思想下，在不同治疗阶段可以发挥中西医优势互补，在乳腺癌防治中发挥重要的这个作用。今天呢，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主要包括3个部分。第一是关于这乳腺癌中医药诊疗的相关指南。第二是乳腺癌针灸治疗近10年以来的研究方向。第三是这气功太极拳等对乳腺癌患者的临床意义。所以近10年来，全球各地呢都有发表关于乳腺癌中医诊疗的指南或者公式。这里我选了3篇供大家参考。第一呢是这2014年由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和这中国抗癌学会肿瘤传统医学专业委员会主导的这个恶性肿瘤中医诊疗指南。而这第2篇呢，这个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on Evidence-Based Use of Integrative Therapies During and After Breast Cancer Treatment 是由美国综合肿瘤学会，也就是 Society of Integrative Oncology 于2017年发布的指南。而第3篇呢，是去年由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和北京乳腺癌防治学会中西医结合专业委员会等发表在中国医学前沿杂志的这篇共识。恶性肿瘤中医诊疗指南中有专门探讨这个乳腺癌的篇章。这指南主要参考了从2000年到2013年关于乳腺癌的临床和临床前的研究结果。所以从病机病因来看呢，本病的发生呢与这个肝脾肾以及这个冲脉任脉的关系密切。这正虚呢是乳腺癌的致病之本，而气滞、血瘀、痰浊、热毒呢，则是乳腺癌的标。因此，扶正祛邪呢是治病的种子。这里说了2种治疗原则。第一呢，就是这中西医结合的治疗原则。这个指南是以欧洲临床肿瘤学会，也就是 ESMO European Society for Medical Oncology 的乳腺癌西医治疗途径为准，所以中医可以在不同的患者群体中呢有不同的治疗策略。第一呢是这个中医防护治疗，适应人群是为手术期、放化疗、靶向治疗期间的患者。治疗原则则是以扶正祛邪、扶正为主，目的是减轻西医治疗手段引起的不良反应，以促进这个机体功能的恢复，改善症状还有提高生活的质量。第二呢是当群体的患者有并发症的时候，或者是那些不能够耐受多药化疗而只能选择单药化疗的患者，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采用的是这个加载治疗。加载治疗以祛邪为主，是与这个化疗呢是同时进行的，目的呢就是减毒增效。第3呢是术后或者是完成这辅助治疗的患者，中医进行的这个是巩固治疗。巩固治疗呢3个月为一个治疗的周期，主要是要防止这个癌症的复发转移。然后最后我们有的是
维持治疗，主要是针对这些放化疗后疾病相对比较稳定的带瘤者，所以主要是以扶正祛邪，以控制肿瘤的生长啊，延长生命期为主要的目的。除此之外呢，另一个治疗的原则是单纯中医治疗的原则，主要是供那些不适合接受西医治疗的患者，尤其是那些很多并发症的老年患者。所以这个时候呢，中医需要同时扶正和祛邪，以控制这个肿瘤的生长。这篇美国综合肿瘤学会发布的指南呢，他们得到了美国临床肿瘤学会 ASCO。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 的认可。这系统呢，这指南呢，系统的分析了1990年到2015年，一共25年的临床研究结果，而且它建议使用穴位按摩以及针灸来减少这个乳腺癌患者因化疗而引起的恶心呕吐。而且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列为 B 级推荐，也就是说，这是在循证医学中代表有部分的临床证据显示这个针灸治疗是有效的。接下来呢，我们重点谈的是这一篇乳腺癌中西医结合诊疗共识，它是去年发布的，由这个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肿瘤科主任朴炳奎教授，他身为顾问，领导全中国30多位权威的肿瘤专家一起编写的。而我的导师，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血肿瘤科的主任侯立教授也是其中一位编委。所以这个指南呢，它是从疾病期的西医治疗相关不良反应的中医药管理，再从早期乳腺癌巩固康复治疗、晚期乳腺癌中医维持治疗、中成药使用的方法等等进行论述。所以这里呢，它突出了中西医结合或融合治疗的原则。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文件呢，它参考了2000年到2020年，一共20年的相关临床文献为它的这个基础。我们先看这个急性期，急性期呢，或疾病期呢，它主要的是指一个病人他新诊断为这个乳腺癌后呢，他以手术啊、化疗啊、放疗等治疗手段为主的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呢，中医药它治疗的目的是在于扶正，也就是这个辅助正气，以减轻不良的反应。在乳腺癌术后，尤其是这个根治术后呢，创伤身体上的这个创伤面会比较大，因此它容易出现很多并发症。所以我们常见的并发症有这个皮下积液啊、上肢水肿啊等等的。所以西医这个时候呢，主要是对局部进行对症的治疗，而中医可以采用内和外合治的这个方法，它效果会比这个单纯西医局部处理有更好的那个优势。我们知道，大约20%的乳腺癌病患呢，手术后都会有这个上肢淋巴水肿。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病机是水瘀互结啊，因为术后呢，这个脉络受损害，而且病人气血两虚，淤血内停。当病人气虚的时候呢，这水液不能正常的气化，所以就停滞啊，血行不畅。这个时候呢，血行不利呢，那个水溢于肌肤就变成了水肿。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不一一说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它包括这个术后焦虑啊、术后感染啊、术后恶心呕吐呢，都有我们相对的中医药方加减来对应。另外要说的就是这个化疗期，化疗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列出了很多不良的反应，而且严重的这个患者呢，会导致化疗药的减量，而且甚至有些患者呢被必要中断停止这个治疗。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5个最常见的症型，也就是饮食停滞啊、气血两虚、脾肾亏虚、气虚血瘀，还有肝肾阴虚。所以这都是我们常见的症型，然后我们会根据这些症型辩证的加减我们的方药。另外呢，就是放疗，放疗是乳腺癌术后呢常用的这个治疗手段，也是较为重要的。
所以它造成的这个对人体的那个伤害呢，最常见的就是放射性皮肤损伤，还有另外就是放射性的肺损伤。放射性的肺损伤呢，基本上可以分成2个不同的期，就是急性期啊，还有这个纤维化形成期。所以急性期的临床上呢，我们比较常见的是这个气阴两虚。所以气阴两虚的时候，患者他主要临床表现包括干咳啊、少痰啊、口干啊，然后乏力。有些比较严重的呢，他们还有这个胸闷啊、胸痛、纳茶等等。所以这个我们一般也是会用这个百合固清汤加减，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讲的是这个早期巩固康复治疗。像这个早期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阶段呢，早期巩固呢是说，当第一次诊断乳腺癌后，这个病人经过了西医的系统治疗，已经达到了临床上的完全缓解。也就是说，这个病人当他去完成那个治疗，当他复查的时候呢，他影像报告上的 CT 啊，或者是 PET-CT 都显示肿瘤已经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中医怎么办呢？我们通过改善这个土壤，我们常说这个有种子和土壤。种子就是说这个癌细胞啊，土壤是我们的身体，所以种子没了。那我们现在呢是通过改善我们的人体的内环境土壤来扶助正气，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而目的呢，就是要预防这个复发和转移。所以当病人完成了这西医治疗呢，西医治疗后呢，常见的这个是气滞血瘀啊、肝肾阴虚等等，所以可以通过这些方药来进行治疗。接下来的是晚期的这个维持治疗阶段，所以这个阶段呢，就是说患者他经过了西医治疗后，他出现了转移或者是复发的情况。另外一种常见的情况就是说，当病人第一次诊断的时候呢，就已经是4期了，已经转移到其他的那个器官了。所以在这个阶段呢，中医治疗的时候就要注重扶正气，所以我们也不急着去邪。而且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指南中也有明确的指出，我们中医除了这个辨病，也要辨局部。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当这个肿瘤呢，它转移到哪里的时候呢，我们在辨证的基础上，根据这转移的部位呢，使用一些针对性的中药来改善它的症状啊，延长它的生存目的。所以可以看到这里骨、肝跟肺呢，这都是我们常见的转移的这个部位，而且有它相应的这个中药。另外就是我们知道不同的分子分型的乳腺癌有不同的生物学特性，也就是说它也有不同的我们所说的预后。所以经过多年的研究呢，专家们认为这不同分子分型的乳腺癌对中医辨病论治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我们知道这个乳腺癌呢，我们常说的 ER、PR、HER，ER 呢就是这个雌激素的受体 ，PR 孕激素的受体，还有这个 HER 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所以有这几型的分子分型。所以当我们说 Lumina 呢，就是给 Lumina 的这个这样地型的这个乳腺癌呢，它占全部乳腺癌的60%到70%，它包含了 Lumina A 或者 B。Lumina A 呢是指这个 ER/PR 阳性，但是 HER 阴性，而且这个 Ki67的蛋白是比较低的。而 Lumina B 呢是指这个 ER 阳性，HER 阴性，但这个 Ki67蛋白比较高，或者是这个 PR 是阴性的，所以这个类型 Lumina 类型的这个乳腺癌呢，它是属于这种雌激素依赖型的乳腺癌，就它更加容易的向骨肝方面转移。所以从中医角度来说，我们常与这个冲任失调还有肝肾不足型的症型有关。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第一我们要避免使用明显雌激素样作用的一些中药，而且同时我们说先安易受邪之地。第二呢是这个三阴性，也就是说这个 ER、BR、HER 都是阴性的，
所以比其他的类型相比的话呢，这一类型的恶性程度比较高，所以它容易复发或者是转移，而且它很容易向这个肺和脑转移。中医呢便此型呢为本虚标识，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实啊，就是痰和毒呢，是这个复发转移的主要病理的因素。所以指南也有说到，这个痰毒的流窜之处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转移之处。最后一型呢是这个 HERS 阳性，所以 HERS 阳性是指这个 HERS 基因过度表达的这个乳腺癌，它占乳腺癌的大概1/4，所以这一类型呢，它更加容易向肺和脑转移，所以治疗呢是以扶正然后祛风痰为主了。接下来我们是要说的就是这个中成药，因为现在目前市场上有非常多的中成药，它主要分成2大类，一个是治疗用药，一个是辅助用药。这治疗用药呢，主要是指有抑制肿瘤或抑癌作用的这个中药，而另外一种是辅助的用药，主要是用于这个缓解患者不舒服的这些症状。所以你可以看这里，我们分成这个微手术期、化疗期、放疗期和内分泌治疗期。所以这个微手术期呢，指的是手术到术后1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段。所以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要小心的使用这个活血化瘀的药，因为这个可能会影响到伤口它复合的那个时间。另外呢，从化疗期间来说的话呢，我们可以从化疗前就开始服用，并贯穿整个化疗的周期。但是我们需要小心使用这个清热解毒和破血的中药。接下来就是这个放疗期。放疗呢，在中医里面我们说是火热之毒，所以是以清热滋阴为主。所以患者的那个最长时间使用的呢，其实是这个内分泌治疗，从5年到10年不等。所以中医是以这个益肾壮骨止痛为主要的治疗原则。从针灸治疗研究方面呢，我本身从报面的数据库中，把这个2012年1月到2022年4月的相关文献进行了一个搜查，所以我是以这个乳腺癌还有针灸为主题词进行了一个搜查，然后从中选出了疗效比较确切的46篇乳腺癌针灸治疗临床研究，而其中呢有包括29篇 RCT 研究。所以如果根据这29篇 RCT 研究的内容进行分类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研究者主要是研究西医治疗相关的不良反应，而且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些症状，比如乏力丧失淋巴水肿潮热等等的。所以这个是我从相关的研究中把使用的有效的这些穴位呢，我抽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呢，这些临床研究呢，他们都是使用相同的这些穴位，而且你看看这些穴位合谷外关三阴交阴陵泉这些都是我们临床上常用的这些穴位，所以他们就用这些穴位进行一个研究，发现有很好的效果。而且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他们使用的这个治疗的频率呢是每周2次，每次30分钟的那个治疗。我们常常说这个患者，我们对患者常常说这个练功对身体好，但究竟如何好呢？所以这里呢，我选了这个3年来这4篇系统评价和 meta 分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这个太极拳气功武术、八段锦等等，都可以帮助患者提高生活质量，而且可以改善一些如上肢功能障碍的问题，可以帮助缓解各种乏力抑郁、焦虑，而且眠差等等的这个问题。近年来的这些临床研究呢，就显示了现代中医在辨病辨证的基础下，所以以中西医整合治疗的思路，可以通过这中医药针灸、气功
综合中医治疗在乳腺癌的治疗的每一个阶段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谢谢大家的聆听，这是我的联系方式，所以希望大家能多多交流。再次谢谢大家。